中国制造2025规划呢，5月19号正式对外发布了。中国制造2025吉林论坛专家表示，美国不应将中国制造2025视为威胁。中国制造2025这个词是今年上半年中国当之无愧的网红。据公共数据库搜索统计，中国官方新华社今年头5个月在中文新闻节目中提到中国制造2025超过140次，但从6月5日起再也没有提起。网络上流传一份来自中国主管媒体部门的通知，要求媒体不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，违者追责。为什么一夜之间中国制造2025从网红沦为敏感词？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，西方国家开始反思去工业化的弊端，并纷纷开启再工业化进程。各国提出诸多战略以抢夺先机，第4次工业革命呼之欲出。2015年5月，中国国务院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，计划斥资3000亿美元，重点扶植新能源、机器人、半导体和纳米技术等10个高新技术产业，誓言到2025年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变身制造强国的目标。目标无可厚非，问题出在手段上。中国政府反复强调自主保障，小目标是到2025年，中国高科技行业使用国内零部件的比例必须增加到70%。为此，中国政府以举国之力，采用违背 WTO 规则的政府补贴和扶持政策，比如为重点企业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，成立政府和国企背景产业投资资金，强有力的银行贷款，给予财税补贴、优惠的土地供应等等。同时，中国政府遏制外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办法也有很多。根据中国欧盟商会6月20日发布的商业信息调查，欧洲企业在中国遇到长期以来的监控障碍、市场准入限制和不公平待遇等问题。可见，自主保障就是中国作为党国一体的政府，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深入介入市场，把西方的高科技产品赶出中国市场。这种做法与经济全球化体现的国际分工背道而驰。国家队上场，任何单个企业和企业联合体都无法与之竞争。另一方面，中国政府利用欧美开放的市场经济，携强势资本，通过合资、合并和收购欧美企业来获得外国企业的先进技术。中国政府的胃口之大，有时甚至指向整个行业。比如，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半导体企业都收到了来自中国企业的收购现意。中国对美国技术领域的投资，2007年到2017年10年间已达到约400亿美元。We've been steadfast in insisting that China needs to play by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. 同时，中国还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，逼迫那些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。在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直接相关的领域，外国企业承受的强制性技术转让压力比其他行业更大，因为这些领域正是中国政府迫切希望本土化发展的重地。Again, in this industry, it may cost today upwards of $20 million to design a product. You can replicate that product through some nefarious means for about $100,000. And so making certain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being honored is number one. 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对知识产权的威胁更令西方坐立不安。6月19日，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措辞强硬的报告。报告提出，中国窃取技术及网络协议，实施强制监管、经济胁迫、信息收集以及政府赞助寻求技术的海外投资等5项侵权行为，指责中国通过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来获取最新技术，侵犯美国等国家的知识产权。习近平一直在反复的在讲，叫什么？叫弯道超车啊，就是鼓励全社会走捷径。那你想抄袭就变成了一个最快的一个捷径。美国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为依据，发起了反击。对中兴的制裁掐到了中国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的命门，洞穿了经济奇迹和新4大发明的虚妄，给中国人上了抛弃弯道超车幻想、遵守游戏规则的一课。2018年4月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，名单针对中国制造2025。You've never seen people come over from China to work on a trade deal. Now, will that be successful? I tend to doubt it because
China's become very spoiled. 2018年5月，特朗普总统再次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%的关税。公告直接指明“中国制造2025”相关技术。中国从来不会主动打贸易战，如果是对方采用加征关税的办法，那么中方所采取的相应的反制措施，既是维护中方自身的发展利益，也是为了维护世贸组织的权威性。6月，美国通过《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》，扩大了外国投资美国委员会审查职权，限制中国及其他国家投资美国的敏感技术。无独有偶，德国、法国和意大利呼吁欧盟对外国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，剑指北京。澳大利亚一直在阻止中国买家收购其战略资产，并表示将更新其他外国投资指导方针。加拿大政府也试图加强外国投资法律力度，要求非加拿大实体持有的股份必须通过国家安全测试。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，自2018年6月起，中国政府开始收敛“中国制造2025”外宣。然而，不吹了并不等于不做了。不一定是放软了态度，而是放缓了语气，降低了调子，还是应当回到过去的韬光养晦的策略上来，不要鼓吹民粹主义、民族主义，煽动大家的狂妄自大的情绪。前一阵不可一世的厉害了我的国，看到祖国这样流氓我就放心了，新4大发明等等高调言论，到突然2025的字样都不让提了。中宣部这个弯儿拐得有点陡。如果真是因为中国政府从教训中认识到了差距，学到了诚信与规则，于人于己善莫大焉。